如果你想买入指数基金长期持有，那么你就买红利类的策略指数基金。那如果你想定投上证50，那就选基本面50，它的收益比上证50要好一些。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指数基金。我们在上一个视频讲过常见的宽基指数，比如说沪深300、中证 A500， 这些品种都是按照股票的市值来挑选的，也是指数基金的主力品种。不过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但是长期收益更好的聪明指数基金。聪明指数基金听起来好像名字挺有趣的这是什么呀？这是策略加权指数基金，它被称为聪明贝塔指数基金。这类基金通常会采用某些投资策略来挑选股票，不再按照上市公司的市值规模大小来挑选。这么好玩，那具体的聪明指数基金是哪些呢？常见的策略指数基金总共有3类，一种是红利指数，一种是基本面指数，还有价值指数。每一种都对应的一种投资的策略。从第一个开始介绍一下什么是红利指数红利指数就是按照股息率来决定个股的权重，哪只股票股息率高，那么这只股票的权重就大。所以有些股票市值虽然小，但是股息率高，那么在红利指数中占比就会更高一些。这是最近10几年兴起的一类比较特殊的策略加权基金。我们知道股票它都会发放股息，也就是现金分红。那么业绩比较好的公司每年就会从净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回馈给股东，这就是红利指数的来源。但是有人说分红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你分红前后你的总市值都是一样，就相当于把左口袋的钱放到了右口袋，那是这样吗？那我来解释一下吧。股票的分红它是公司盈利的一部分，分红那天确实股价就下降了，因为这部分的盈利分到股东的手里面。实际上它每年都会产生新的盈利，新的分红它会源源不断的。还是不是很懂，那还是左口袋进入到右口袋呀？还是没有讲得很清楚，你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吧。好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像一棵苹果树一样，每年都会结出新的苹果。那苹果树就像指数基金，苹果就是分红。分红前你持有一棵长满苹果的树，那分红之后你就是一棵树，再加上树上摘下的苹果。分红前和后它的资产总量没有变，但是分红之后苹果它还会继续长出来，每年都有新的收获。所以有分红的指数基金长期来看收益就会更好一些，因为你最后积累的苹果总价值就比当初买那棵树的钱多得多。所以有能力长期分红的品种就是这样一棵长生不老的每年都能结果的苹果树了。那大概就是说，虽然短期内它的股价是下跌的，短期内看起来好像是左口袋进入右口袋，但是长期来看它分掉的那一部分的那个股价，它其实是会重新上涨回来的。所以这就像你解释的这个苹果树，它每年其实都会结新果子一样，是这个意思吧？是的。那这样子就讲清楚了。那有什么比较好的红利指数可以给大家推荐的？目前国内最常用的红利指数叫做上证红利指数，它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过去2年平均现金股息率最高的50只股票组成的指数，它的代码是000015，这是最老牌的一个红利指数也是非常出名的。那么具体的场内基金是红利 ETF， 代码是510880，场外基金是华泰柏瑞红利 ETF 连接，代码是012761。哇，介绍的好具体呀，就直接把代码给挂出来了不过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这个例子只是作为课程需要，并不构成投资建议那你来说说，那红利指数有什么优点呢？红利指数有2个主要的优点。第一，高股息率的股票它在熊市中它就更有优势。红利指数的股息率越高，熊市分红后再投入的效果就越好，那么在熊市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个，红利指数的波动它是各个指数中比较低的，
能长期发放现金股息的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一般都比较不错。毕竟现金股息它是切切实实发出去的，如果公司财务状况不好，是没有能力持续发股息的。所以说这个红利指数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指数基金的选项呢。那介绍一下第二种基本面的指数，它又是什么呢？基本面指数它属于质量指数，它是从上市公司的经营质量角度去挑选股票的。这种策略不看市值的大小，它只看公司基本面的好坏。谁的基本面更好，那么谁占的权重就更高。基本面这3个字好像经常听说那基本面往往都代表的是什么呢？基本面它是分析股票的一种方法。基本面好的公司股票更有投资的价值。目前一般从4个维度去衡量公司的基本面的好坏：营业收入、现金流、净资产和分红。具体来说就是从上市公司过去5年的年报数据中计算出公司过去5年营业收入的平均值，过去5年现金流的平均值，那么在定期调整后公司的净资产，还有公司过去5年分红总额的平均值了。就相当于公司的经营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那基本面指数有什么优势吗？然后就是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吗？目前国内比较出名的基本面指数是中证基本面50，它的代码是000925。场内基金是基本面50 ETF， 那代码是512750。场外基金是嘉实基本面50指数，代码是160725。基本面指数它相对于普通的指数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收益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它综合考虑了公司的收入、盈利和分红等因素，因此挑选的股票考虑的更全面一些，收益会更好一些。就相当于是它多了一些因素，是不是？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是那句话，所有的推荐呢只是作为课程的需要，并不构成投资建议。那现在你来给小伙伴们说说第3个价值指数，它又是怎么运作的吧？价值指数它跟基本面指数很类似，但是价值指数它用的是4个估值指标来筛选股票：市盈率、市净率、市现率和股息率。我们在这套课程中反复用到估值这个指标。通常对同一个股票品种来说，市盈率、市净率、市现率越低，股息率越高，那么这个品种的投资价值也会越高的。市盈率市净率、市现率好像我们在之前的课程有给大家有介绍过那在国内又有什么代表性的价值指数吗？目前规模比较合适主要是沪深300价值指数。这个指数就是从沪深300指数中挑选出市盈率、市现率、市净率最低、股息率最高的100只股票，每年定期调整。也就是说，每年调出那些估值比较高的股票，然后买入那些估值低的股票，用这种方式带来了一些额外的超额收益。那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沪深300价值指数它代码是000919。场内基金主要有沪深300价值 ETF， 代码562320。场外基金有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代码是519671。那今天介绍的这3种聪明的指数基金听起来好像都不错那我们在具体选的时候要怎么去选择呢？在定投指数基金的时候策略加权指数基金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品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聪明指数它的收益率会更好一些。具体来说第一类红利类的指数基金它适合长期投资，买入基金之后不想卖出，长期持有，依靠每年的分红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那第2种和第3种基本面和价值策略它收益其实差不多。如果你要定投上证50，那么就选基本面50。如果你要定投沪深300，那就建议买沪深300价值指数，就相当于是指数的加强型，让你获得比普通指数更高的收益了。那就相对于我们昨天的课程的话，推荐的是最纯粹的指数基金。那今天的话就加上了一些加强型的，就是可能收益就会更高一些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聪明指数基金的看法。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建平，我是安娜，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拜拜。